我带大伯家合伙搞大棚，3年赚了200万，按约定55分账，我却坚持只拿20万，给大伯家分了180万。陈哥，你疯了！凭什么你拿这么少？明明是你出钱出技术，他家只出了几亩地。没事儿，是我自愿的。算你识相，一个书呆子罢了。真到了村里，论本事、论人情、论门路，还得靠我。我笑了笑，没吭声，拿起那20万转身就走。3个月后，他家的大棚彻底废了，满棚黄叶烂根。今年大棚总收入210万，扣掉成本，净利润200万整。按照当初的约定，大伯出地出人脉，我出技术出资金，利润55分。但我今天想改一下比例，我拿20万，剩下的180万全部归大伯家。老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就这样，我还有一个新朋友要忙，先走了。对了，年后我要在那块荒地上动工盖新实验棚，到时候大家来看看。什么新棚？爸，你别犹豫了，合同上你是法人，我是土地存造人，林晨什么都没有。就算他闹，法律上也拿我们没办法。他自己不看合同，怪谁？再说了，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，等赚了钱，给他个10万8万的打发一下就行了。他不是一直说要回报你吗？这就是回报啊。他是你三哥。三哥，我爸跟他爸是亲兄弟，我跟他算什么亲兄弟？他一个读书读傻了的人，回来就想分我家的地，赚我家的钱。爸，你别忘了，这地是咱家的。爸，你想想，他林晨1年能赚多少？他那个专利能值几个钱？只要大棚在咱们手里，等我们学会了技术，以后还用得着他。钱拿到了吗？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你真的打算把钱都给他们？放心吧，我爸走的时候，大伯是唯一站出来帮过我们家的人，冲这份恩，我该给他这份体面。但是，恩是恩，事儿是事儿。你看这个，我家那傻三哥真以为他爸跟他一样傻，到时候钱和地都是我们家的，他还得谢谢我们呢。你早就知道了。3个月前赵磊录的，那天陈浩喝多了，不小心说漏了嘴。他爸手里的技术一旦量产，2年足够他的纺织品抢占市场。不如让他以为他赢了。你看，这20万不是留下的利润，是我的新大棚启动资金，而那180万，正好是我将他一军的第一笔炮火。帮我约一下市里的专利局，初期上班就去。买辆新车，把店面重新装修一下，赚了这么多，别耷拉个脸了。高兴什么？你没看见老三走的时候那个眼神吗？他拿了20万就走，多余的话都没有。那20万他拿去干什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？20万能干啥？说不定拿回去给老婆交叉。耗子，我刚看见老三的车往市里去了，后备箱里放着几个大箱子。他搬了什么？看不清，用布盖着。但箱子我认得，是苗种培育箱，一个箱子能装好几十株核心种苗。现在知道急了，他要走的东西从来都比钱值块。藏菜苗，我去翻他的棚。让监控开着，别拦。3天前，分账都还没开始，他就在算计我了。浩哥，还翻不翻？
他3个月前就在转移种苗了，3个月，这说明他根本就不信任我们。你不是说他是个书呆子，好糊弄吗？他行了，现在种苗没了，你那边的老彭能产出什么？你什么？你连蔬菜品种都认不全？三哥，这破地方真能建大棚？外面零下10度，里面能保持20度以上，不需要烧煤，不需要额外供暖。地缘热泵加上双层玻璃的保温性能，能让运营成本降低60%。而且这些数据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。那块老棚呢？真不要了？老棚留给陈浩，他能拿走的都是我不再需要的东西，土地、合同、那个旧棚都给他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技术，他能撑多久。他在那块烂地上能种出什么来？三哥，开工也不请我来看看？你这不是来了吗？三哥这手玩的挺大呀！180万的项目，光靠你那20万启动得了？浩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那笔钱都给你们吗？那是我爸欠大伯的，我爸走的时候是大伯出钱办的丧事，这份恩我替他还了，以后我们就没有什么人情债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是听见了吗？我只要我的大棚。为什么不直接告他们？你有合同，有证据，打官司他们不一定赢。我爸就这一个大哥，他活着的时候，每年过年都叮嘱我：老三，别跟你大伯家生分，你大伯是个好人，就是耳根子软。我爸留的东西不多，这句话算一个。所以我不管司不是因为打不赢，是因为不想让我爸在底下看见我跟大伯对簿公堂。各位乡亲，我是林晨，今天占用大家一点时间，有些事情我觉得该说清楚了。2年前我回村带回来3样东西：大棚种植技术、新夏风系列蔬菜的品种权，还有60万的启动资金。这笔钱是我读研期间攒下的工资、专利收入和之前创业的积蓄。第1年，我建起了村西那座大棚，大伯出了地，出了人脉，我记着这份恩。所以去年开春，我跟大伯说，我带您合伙，技术资金我来，地和人脉您来，利润55分。这1年，我和赵磊在大棚里守了300个日夜，培育出4批高品质蔬菜，打通了市里3条供应链，拿下了2个省级检测认证。去年大棚总收入是210万，扣掉成本，净利润200万整。年底分账，我给大伯分了180万，我拿了20万，正好是我的年工资加上种子研发费。今天在广播里说这些，不是要跟大家哭穷，也不是要翻旧账，我只是想让乡亲们知道一件事儿：这座大棚，包括你们的致富路，是我林晨在带你们致富。年后东头那块荒地上，我的新大棚已经动工了。建成后，我会面向全村开放技术合作，有愿意跟我干的乡亲，随时来找我，不需要带地，不需要带钱，带人就行。我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他在喇叭里喊，他在全村人面前搞我们。
三哥，我们走着瞧。陈老板，你这份合同我签不了。为什么？今年的新菜品采购合同，大丰已经全部签给了林晨林总。林晨，他那个绿匪气新品种通过了省级检测，营养价值是普通蔬菜的3倍，而且他那边独家性协议签约之后不会再供货给其他中间商。陈先生，请吧。今年新菜品只签林晨，他的检测报告数据太漂亮了，我们总部指定要他的。不好意思，陈老板，我们已经配他性合作了。耗子，不是我们不帮你，你三哥拿出来的检测报告能让你看不懂，但所有懂的人都服了。你现在拿什么跟他比？吴经理，给我个理由，凭什么只签他不签我？凭他有专利，你没有。专利？他什么时候申请的专利？早啊早啊！老三，我们是粗人，不会说漂亮话，但你帮我们赚过钱，我们认你这个人。不管你跟谁闹，我们只跟着你的技术走。对，我们就信你。各位叔伯，我不管他陈浩是你表弟还是什么，也不管你大伯在村里什么辈分，我们种地的人只认一个字实。你实诚，我们就跟着你。你没亏待过我们，今天也轮到我们跟你说一句，放心，你的团队没散。这一年三哥受的委屈，此刻看着这些朴实的乡亲，觉得所有的忍让都值了。谢谢。新大棚落成那天，我请全村吃饭，但有一条，来的人得是真心想跟我干的。我们都是真心的，我们都是真心的。20多户，全都跑到那边去了。人心散了。爸，你就知道说风凉话，这帮人就是墙头草。等我把新菜品搞出来，你看他们还……你搞什么？你连蔬菜品种都认不全。没有林晨，我们连一个大棚都种不出菜来，这就是事实。你当真以为没有他就不行？老头子，你老了，信不过你儿子，但我有办法。我只劝你一句，耗子，一个连全村人心都笼络不住的人，斗不过你三哥。1、2、3，去！三哥，
你什么时候才打算跟我说？快了。下面的话，我想跟你聊过很多次。我在读研期间培育的这个绿翡翠品种，不是一般的改良品种，它是我用3年时间做了40多组正交实验才培育出来的。普通蔬菜的营养价值是它的1/3，抗病性更不是一个级别。别人种菜1亩产出2000斤，我种菜同等条件下能产出3000斤，而且不需要多用1滴农药。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不争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他们拿走的是大棚，是没有灵魂的空壳，而你的底牌压根不在那里，不在钱，也不在地，在你脑子里。这份专利一旦批下来，整个省的新品种蔬菜都要给我交品种使用费。你觉得陈浩拿什么跟我争？他拿走的180万，跟我这份专利证书比，算什么呢？9牛1毛罢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会跟他们撕破脸，没想到你比我想的还能忍。真正的反击从来不需要吵架，你需要的是实力，他们拿不走的实力。新大棚3个月后建成，专利按流程也差不多那时候下来。你看看你种的这是什么？叶子发黄，品相不齐，同批次的规格差了3、4个等级。人家临晨那边的菜，每一颗拿出来都能直接上展台摆拍。差不多的嘛，种出来的菜还不都是菜？怎么回事？你们销售的部分蔬菜被抽检发现农药残留超标，根据规定，即日起暂停销售，接受调查。为了省钱，我在农药上动了手脚，就超标了一点点，但这一点点足够毁掉整个老棚的声誉。撤资！张老板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没了，今天你拿出一个方案，明天你拿出一个方案，半个月过去了，你拿出来的全是借口。你要地有地，要棚有棚，但是你的货呢？你被投诉了多少次？你因为菜的质量问题赔了多少钱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们的菜也在种，种个屁！我问过你的员工了，你和你爸根本没一个懂行，连一批合格的种子都拿不出来。你三哥那边订购单排到3个月后了。去求他吧，趁他还没把我们赶尽杀绝。求他？老子这辈子还没求过谁。他不是有专利吗？我去偷，他有技术，我有钱，只要拿到他的苗，我们就能翻盘。喂，张哥，帮我办件事儿。
你看我画的新大棚。今天爸爸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陪你。来，让爸爸仔细看看。画的不错，大棚顶这么高，都能摸到太阳了。妈妈说了，爸爸在盖一个全天下最厉害的大棚。你都多久没陪孩子吃晚饭了？今天补上一整天。哈哈哈哈哈！三哥，第一批绿翡翠试种成功了，你快过来看看吧！刚出来的检测报告，蛋白质含量比普通品种高出3倍，维生素 C 含量高出2倍，而且完全零农残，所有指标全绿，实验室那边都炸锅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成了。成了。爸爸为什么笑？因为爸爸种了一棵最好的菜。比妈妈种的大白菜还好吗？好一点点。我觉得你变了，比以前更能忍了，但也比以前更坚定了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但我退一步，是为了跑得更远。陈老板，这是第3次了，我们老板说了，全年合同作废。你们不能这样，我们是签了合同的，全年合同，白纸黑字。合同上写了，质量不达标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。你回去翻翻吧。那份合同是凌晨去年拟的，每一条都写得滴水不漏，质量标准的定义、抽检流程、违约责任，每一项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。我当时根本不屑看，觉得都是走过场的套话。现在这些套话变成了勒在我脖子上的绳索。当初老三在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被退过一单货。你能不能别提他？耗子，你不是一直跟我说，没有凌晨你也能行吗？现在你证明给我看看，证明给他看看。我会证明的吧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林总，我们大丰在整个华东地区有300多家合作门店，年采购量超过5万吨。但说实话，我到任3年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检测数据。蛋白质含量是普通品种的3倍，维生素 C 高2倍，零农足，这不是蔬菜，这是保健品。省农科院的王教授亲自做的检测，他看到数据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：这个品种如果推广开，整个华东的绿叶菜市场都要洗牌。吴经理，意向书我收下，但我有一个前提。我的合作社成立后，大丰不仅要包销绿翡翠，还要优先采购
合作社旗下签约农户的全部达标产品，价格按市场价上浮10%。林总，你这个要求，我知道这个条件不低，但我的专利品种，整个华东只有我能供货。你们的门店需要差异化产品来吸引高端客群，我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来保障农户的收益，这是双赢。林总，合作愉快。三哥，谈成了。排天性合作，3年包销，保底收购价上浮30%。三哥，这份意向书拿出去，全村的农户都得排着队来签合同。林晨拿到了胚胎性合作的意向书，大丰公司，华东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商，3年包销，保底收购价上浮30%。他一家签约，就把整个市的高端蔬菜渠道全锁死了。他的绿翡翠检测报告我也看了，数据强的不像真的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下个月的采购季，所有大渠道商都会优先签它。我们拿什么争？农药残留超别的烂菜叶子。核心技术在他脑子里，脑子我们又偷不走。脑子偷不走，菜苗呢？他的核心菜苗，培育一株要几个月，但偷一株只需要1个晚上。只要拿到苗，我们拿去检测，分析出它的基因序列，逆向培育，3个月，最多半年，我们也能种出跟它一样的东西。到时候它的专利还没下来，市场上出现一样的货，谁能证明是谁先种出来的？偷，既然光明正大斗不过他，那就别怪我用别的手段。这才是我认识的陈浩。偷。各位老板，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大鹏准备扩建2期项目，计划投资200万建3座智能恒温棚，全面对标临潼那个新棚。技术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，土地方面我家还有30亩闲置地，现在就差资金到位。我陈浩做生意一向讲究有财大家发，今天我请各位来，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干，投资50万，1年回本，2年翻倍。你跟林晨不是闹翻了吗？闹翻是他闹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大鹏的核心资源都在我手里，土地、客户、供应链。他林晨不过是个搞技术的，走了就走了，不影响大局。各位，我说句公道话，林晨有技术不假，但陈老板手上有2块金字招牌，一是土地，2是老客户资源。这2样东西比技术值钱。技术可以买，土地能买吗？老客户能买吗？张老板说的对，土地在我手里，老客户认我这张脸。林晨建他的棚建得再漂亮，菜种出来卖给谁？到时候还不得回来找我？对，我出50万，那我投20万。翻盘的时机到了。
资金到位了，下一步就是拿苗。只要苗到手，他那破大棚就等着关门。耗子，当狼要想吃羊，可以不露声色，也能把肉啃下来。陈浩不知道的是，酒楼后厨那个年轻的配菜工小周，在包间门口来回上了3次菜，该听的不该听的全听进去了。今天叫你们叔侄俩来，是想……老三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？你那个禁止令能不能先缓一缓？耗子他年纪轻不懂事儿，做错了事儿我替他认，但你不能把他往死路上逼。再说，你爸在的时候，大伯，提我可以，别提我爸。我爸在的时候，每年过年都嘱咐我别跟您家生分，我一直记着。分账那天，我只拿20万，给你们180万，那也是记得我爸的话。这个是我用3年时间40多组实验培育出来的专利品种签下的合作，不是抢来的，也不是靠谁的人脉。如果您能让耗子拿出一样的东西，我二话不说让路。李叔，今天的调解会我看也没什么好调解的了。大伯，我还是叫您一声大伯。新棚落成那天，我给您留了一个座位，来不来您自己定。他什么意思啊？给你留座位，他想干什么？当他是皇帝登基还给你留位置？爸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在演戏，在你面前装好人，背地里却算计你儿子。行了，你也别为难了，这件事不用你管，我来处理。他不是要登基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没有王冠的国王怎么登基。20年，我的技术壁垒正式获得了法律保护，不是1年2年，是整整20年。从最开始的选种、做实验到拿到证书，走了整整3年。爸，你最大的心愿，我做到了。三哥，这可比合同管用多了，合同可以违约，专利谁碰谁死。赵磊在，把这个锁进保险柜，钥匙放你那儿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的人比保险柜靠谱。这份证书是整个合作社的命脉，锁好了，谁都不能碰。陈老板，你上次托人找的买家，我帮你联系上了，对方出价很高，不问你苗是怎么来的，只看品质。只要是你说的那个品种，一株苗的价格顶你种1亩菜的利润。能出多少？50万，先付10万定金，验货后付尾款。唯一的条件必须在下周之前出货。下下周有个大型农资交流会，买方要在会上展示新品种，时间紧，能行吗？10万定金，40万尾款，足够我解决燃眉之急，在外面另起炉灶了。只要苗流出去，市场上出现一模一样的品种，到时候凌晨的专利还没拿到手，谁能证明是谁先种出来的？下周之前货一定到。不过没关系，要不了多久，那些灯光就要灭了。张哥，买家我找好了，人手你帮我安排，最迟这周5晚上动手。安排好了，3个生面孔，没人认识。三哥，你觉得他真会来？会，我太了解陈浩了。他从小心高气傲，受不了输，大伯又总是护着他，让他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不该得的。老彭撑不住了，张老板撤资了，采购商也跑了，他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一个没有退路的人，什么都做出来。
那我们加强安保？不，你今晚就在这里守着，记住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一步都不要离开监控室。好戏也要开场了。三哥，于金龙了。收到，继续看戏。从进大棚到出来，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。陈老板，货到手了，确实是你要的东西。明天早上8点，老地方交货，现金1分不少。陈老板爽快，不过苗不对，我还得找你要个说法。从始至终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偷走的是什么。这数据不对，这苗的基因序列不对，不是那个绿翡翠，就是普通品种，连改良品种都不算，营养价值不到1/3，基因片段上没有任何专利典韦。不可能，这苗是它的核心苗种区摆着的，摆在最中间最显眼的位置。我们比对了照片，那你再确认一下照片吧。但数据不会骗人，你带来的这批苗就是最普通的大陆货。别说绿翡翠，连去年的老品种都比不上，你被人换了。陈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不仅提前把真的苗调了包，还在我面前演了一场戏，让我在监控下偷走假苗，羞辱的在买家面前暴露，丢失最后的黑市人脉。他妈的，我们被他耍了！陈老板，你被人当猴耍了，我们不掺和这个烂摊子。你的那10万定金，就当谢谢你给我们演了这场好事吧。陈浩先生，现接到林晨先生的正式举报：第一，窃取商业机密；第二，不正当竞争；第三，恶意商业诋毁。网上的诽谤言论已被截图留存。不是，你们听我解。这是你员工周某的证词，证实你们窃取种苗的详细计划。这是你昨夜潜入实验棚的全程监控录像截图，时间戳完全吻合。这是你买通黑市买家的汇款记录，从你个人账户划出。林先生的律师团队已经做了完整的证据保全公证。
所有在售产品即日起查封，禁止令有效期至案件终结，期间不得销售涉及氯翡翠的任何产品，否则直接转为刑事案件。我只要我的大鹏。那时候我以为这是一个失败者的自我安慰。大伯，老三，那禁止令太狠了，耗子快撑不住了，被查被罚款，生意没了，现在连门都不敢出，天天在家喝闷酒。你婶子急得病倒了，家里连药钱都快拿不出。我这张老脸，你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，给我一点面子，我替耗子给你道个歉，行不行？大伯，还记得我爸走的时候您说过什么吗？老三以后就是我亲儿子。大伯，您是我爸的亲大哥，那个恩我记一辈子，所以我分账那天我给您180万，连我爸欠的利息都替他还了，一分没少。但这份禁止令我不会撤。大伯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我不是为了自己。您要是在我这个位置，您也会这么做的。哎，这边让一让。新夏丰公司用科技创新带动农民增收，这是我市农业产业化的标杆。我就知道老三行，别人都说读书人种地不靠谱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张叔，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说您老二家的儿子差不了。这个奖牌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它属于赵磊，属于张叔，属于每一个守着道棚熬过300个日夜的人。也谢谢我的父亲，他走之前说：“儿啊，你回村吧，地里的活总得有人干。”爸，您看，有人干了。林总啊，网上那些帖子咱们也看到了，咱们合作归合作，但这个舆论影响是不是得赶紧处理一下啊？
他不是厉害吗？让他尝尝被人泼脏水的滋味。要不要发个声明？第一份，陈浩在网上散播谣言的完整证据链。以及他1个月前在酒桌上提议偷苗的录音，经过专业声音增强处理，人声清晰可辨。偷苗当晚的全程监控录像，高清夜深，20几分钟，没有任何遗漏。他雇佣的人比对照片、取苗装箱的全过程都在里面。证人证词、小周等人的亲笔口供，明确写着陈浩如何联系买家，本人愿意出庭作证。证据链完整，够立案了。谁呀？催命啊！陈浩，你因涉嫌商业诋毁和窃取商业机密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这就是个畜生，真没想到啊！白纸黑字，你自己看清楚。因乙方原因导致项目无法继续的，甲方有权随时撤自资并追索损失。老林，这协议你看清楚了，陈浩进去了，项目黄了，你们父子俩欠我的钱，我会让律师来谈，连本带利1分不能少。他不敢跟我爸翻脸。当初分账的时候还说他傻，结果傻的是我们。当初我跟你说，耗子这孩子在走歪路，你说什么来着？你说他还小，长大就好了。现在好了，30好几的人把自己长进局子里去了。钱回来了，棚也是我们的了。林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张大爷，把烂叶子清一清，能修的修，不能修的换。这台老花机跟了我2年，不能让它就这么荒了。哎，好嘞。三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？三哥，你不是错在想赚钱，你是错在觉得亲情不值钱。赚钱本身并没有错，但人不能被利益蒙蔽了双眼。看在大伯的面子上，
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没有分红，从头开始，好好学怎么种菜，也重新做个人。谢谢哥。老二，你儿子比我儿子强，你赢了。哥，这点钱给老三上学用，别告诉他，就说是我借你的。等老三出息了，让他还你2份。不用还了，他自己出息了。爸，我不去读大学了，在家种地也能养活自己。你大伯答应我了，你上学的钱他出，好好读，别给林家丢人。这张存折我收下了。新棚里我给您留了一间办公室，不是合伙人，是长辈。您来了不用干活，就坐着看看报表，喝喝茶。逢年过节咱一大家子吃个饭。我爸要在，他也希望这样。老三，大伯对不起你。花篮往左挪半米，对，红毯压紧喽。有请新夏枫林总致辞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从我回村的第一天就有了。2年来，有人问过我，你是读书人，你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拿高工资。我说，我的根在这里，我爸的田在这里，在这里种菜不丢人。今天新大棚开业，我不光想让它成为我的大棚，我想让它成为大家的。大伯，来啊，给新棚剪个彩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没哭，风有点大。新夏是新的夏天的开始。合作社免费提供绿翡翠菜苗，免费培训种植技术，不收1分加盟费。唯一的条件，按合作社的标准种，种出来的菜，合作社统一包销，保底收购价高于市场均价1成。
下一个，别急，都有。老三，你爹在天上看得见。我相信林老二的儿子。您的相信没白费。林总呢？在里面跟农户说话，你告诉他，我不懂什么专利什么检测报告，但我知道跟着他能赚到钱。我说过，我要的不只是一个大棚，我要的是从这里开始，让每一个愿意用双手种地的人，不用看谁的脸色，不用被谁掐着脖子过活，土地给了我们什么，我们就拿走什么，用技术，用良心，用我们自己的手。新大棚穹顶下，新夏丰农业专业合作，新老两代农业人的守望，生生不息。老三，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儿，就是当年第一个跟着你干大棚。林总，敬你一杯。三哥，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就是想说，谢谢你没把老棚拆了。路还长。第一年分账，我给自己分20万，给你们180万。那时候有人说我傻，那可不。今年不一样，今年我们合作社的净利润是500万。今天这笔钱是分给在场每一个撑过我凌晨的人的，不是分给林家，也不是分给陈家，是分给所有跟着我种地的人。地里的活儿总得有人干。爸，您看，不光有人干了，还干出了一片天。我提议为我们新夏丰农业工作社干杯！